本视频分为几大块，分别分为发车几位置、车队介绍、地形风向、尝试突围、保证前排位置和集团安全器械、下坡、撒尿、战局周转位置、马利尼、马老师等大佬们的功力分析，以及最后的花絮。大家可以按需求来观看相应片段，或者你全看了我更开心啊！具体时间我们放在评论第一条置顶啦。特别鸣谢支持频道和充电的宝子们啊，以及河伯鹏峰车队提供的参赛名额。发车几位置？一开始发车啊，我位置算是比较靠前的了，但是被银贝斯拉的这个集团速度极快，所以要使劲往前赶。你看啊，我是在外围吃风比较多的，所以如果是职业队的话，他们都是从集团里面直接从集团里面往前赶，就像奥丁科西亚这两位，这样能挡掉非常多的风。但是呢，这个还是比较吃技巧还有经验的。不过这种效率是特别高。然后过了这个弯啊，没几秒，你看我都快看不到他们了。这个时候我几乎都快看不到的地方啊，那就是银贝斯的4名车手在猛带。然后右侧看到了队友出宝，这个时候我的心还是比较急的，但是呢又在想，这不能这么急啊！136公里的比赛，对吧？总不能开局10分钟我平均功率就300瓦的这种骑法吧？但是右侧666号 Bros LHC 的主将苏俊，他这个不知道看到前面到底发生了啥，大喊一句卧槽，然后恰巧就带着队友往前赶。其实我这个时候是真的很想从右边加入他，但是呢，奈何我这个在集团的中部，我是实在过不去。你也不知道我这个心里是急呀，然后终于有机会从集团出来了，我就顶着集团极快啊，非常快的速度就往前追，所以这也印证了我这个非常急切的心情。但是这边也可以说是无谓的消耗，所以到现在啊，我算是完成了往前排追赶这个过程，整个用时10分钟，平均功率282瓦，消耗是非常大。车队介绍和地形风向，就是刚刚从我身后突然冲出来的这几个，就是这几个车队的代表，像奥丁科西亚，这是536号苏野，像塔维勒弗瑞诺瓦的745号，然后这是 Bros JRC 的717号，这是外援伊万，还有448号周翔，这属于是个人大佬，还有呢很多其他车队，像上海闪电 Rover Racing。以及 Bros LHC， 还有非常多的我不熟悉的其他车队啊，这些车队应该还是有你们熟悉的，在当地有名的车手，像爬坡手啊、ITT 能手啊，还有冲刺手，各式各样类型的车手这里面都有。比如说张小雨啊，这刘昊然、庞佩林、袁学周这等等等。所以千岛湖这场比赛是我参加过的
有最多的大 Pro 以及这个难度最大的一场比赛。而且这边我不得不再提一句啊，本次比赛的完赛速度，第一集团是44点加的平均速度，也是打破了赛会纪录。这个速度我感觉和职业赛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了。咱们骆驼啊，作为上班族的业余选手，在这场比赛里面到底要怎么表现呢？那地形呢，能看到就是总长136公里，环湖一圈，前85公里吧，大概就只有300的爬升，可以理解为大平路。然后呢，后面就有大家熟知的3连瀑，还有一些起伏，会完成大概500多的一个爬升。哇，你看这左边的这个涂装好帅啊！那还有风向啊，风向大家看这个就可以了。当天的风向就是这个箭头的方向是这么刮的，所以总体下来60%的路是逆风，相当于回程的路，那40%就是顺风，突围尝试啊。28分钟的时候，到了这边大桥，这边横风就吹过来了，这边就肯定会有人进攻，所以啊，这个时候速度也是非常快。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呢，就是不能掉位置，这个时候是危险和机会是并存的，又有零零散散的人也是往前突围。我本来打算啊，只是往前挤一挤，拍拍风景。没想到这前面突然有人进攻了，而且整个集团都很快就往右靠，所以啊，我就吓得急忙提醒前方的车手，哎！其实我这边也就是被迫响应一下进攻，银贝斯左侧他又来这个加速，当时就感觉从我身边嗖的一声过去，加的是他那个车子晃的声音，哇！我这边脑袋一热，直接夹脚追上去了。你看我这心率，这其实啊，就是我跟上之后，其实就有点后悔了。他是在追 GRC 的151号陈俊明，这追上之后他没有停，他就继续走。我现在看清了，他是英贝斯的732号刘文孝，这波你看给我顶的呀，这心率要爆。然后呢，发现身后其实吸了很多人，就赶紧下来。我是来观光的，不能先自爆了，感觉。这边啊，我也顺势当起了无国界副将，主要也是因为功率不高，大家都不动，我带一带其实也没有什么坏处。
同时呢，也是给前面这位突围的车手一点点机会，主要还是为了保证前排的位置。然后来到35分钟的时候，集团慢悠悠的时候那自然就是有人进攻。福瑞诺瓦和银贝斯以及 GRC 还有 LHC 轮番进攻，我夹角西上，其实这个时候是拉开了一点距离的，不然我就是整个大集团的无国界副将了。这刚接上来之后呢，就前面看着都挺屌，那我就右手去掏这个能量胶，没想到在掏出来能量胶之后，前面又开始继续拉扯。这几个队我现在看是真的没什么交集，就他们场下估计也互相不认识，不然咋能这一点配合都没有啊？就是这他们聚到一起就是消耗拉扯，一点也不配合着往外跑。那我就只能咬着胶，就跟着集团在这边摇摆就像个傻逼一样。一波就接着一波，这波没机会那就去苟住了呗。披萨这种拉扯对集团的杀伤力一点都不大，整体下来速度不怎么快，心不齐就不太好跑。然后来到这99分钟的地方，这边赛程过半了，这个大集团稳定之后又有人要突围。其实我这个时候也是比较犹豫的，就既想抓住机会呢，因为前几次千岛湖比赛，大集团都不会等到3连坡，那个突围集团就形成了。但是呢，我又想保留体力，就到了3连坡再跟住，就是那边肯定会有进攻。到了3连坡再跟住3连坡的进攻，所以我这边就打算就先夹角，先吸上最前方，看看情况再说啊。
追上之后呢，依然是几个非常熟悉的身影，然后大佬上来就寒暄两句，哈，所以走波就只是骑在了前面啊，无事发生。这边是103分钟啊，这边是有事情要发生。银贝斯 GRC 进攻啊，奥丁去追，身后跟着分别是崔克还有 GRC 的另外一名。这其他车队呢也都有人跟啊，这种情况其实是还是比较危险的。这种集团如果形成，就说走就走。那么都上来之后呢，银贝斯他又要追，GRC 和闪电就各上了一个。这时候我就看到他前排的几个人没跟的人都在互相看，这啥情况？那我就立马想夹脚想去追嘛，刚抬脚没2下就发现远远的这3个人他又要停脚，又要勾心斗角，不对，又要走，又有要走的痕迹。哇！我这刚松下来的脚又继续又加了啊，还得追。追上之后呢，看他们又要停，那不行，咱们得表示一下自己的心意啊，就是啊，我是个人，你们都是大车队，我来当一下苦力。如果大家配合一下，咱们就走。那我就赶紧上去带一带。那这一下子他们几个都不想贴我，估计是看我是个人就没有威胁就想放，那我就只能停下来等一等他们。等上来之后呢，我再继续带，然后这个时候就163号也来轮换，到了爬坡之后啊，我这个速度是想再快一些。带到坡爬了一半左右吧，然后就摆手让其他人来带。然后这边几个大车队好像还是没有意愿要走，但是突然呢，这袁学周就飞快的从后面就赶上来了，我这就夹脚赶紧贴上。我的个妈呀，这波给我累的呀！就是本来想的是跑去突围的，这结果成了互相的拉扯。
这边下坡也是没人带，后面打击团也是跟得非常紧的，你看一停脚，瞬间都上来了。这边是下坡啊，老铁们都知道千岛湖这几段下坡还是非常有看头的，我就故意单独拎出来，就是想加上这个 BGM。撒尿片段，这边有人啊，有飞机拉线儿，听说有的朋友想单独看这个啊。666，观看量有了。这个新闻还是在平时短途比赛里面比较少见的。保证前排的位置，集团里安全骑行的方法。另外啊，我因为刚刷完车，你看。这个即使我是现在在最前排的这个位置，我也是不敢在集团中间。那有机会呢，我就会留在最两侧啊，这样吃风肯定是会多一些。但是呢，我这个心里安稳一丢丢。因为本场比赛里面我认识的人并不多啊，只知道有几个大车队的队服。一不留神啊，我就跟着奥丁的579号郑宇满直接来到了最前排的位置。这个时候的战局呢，就是有人突围走，然后呢有人带着集团追，奥丁的全员都压在最前排啊进行防守。那在前排的时候呢，自然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其他人进攻啊，或者其他人在往前进位置。那我的一般做法就是不会硬别硬卡，如果不是重要的时刻啊，我自然会把位置让出来，稍微减速，然后他加速，然后我走直线。如果我占了别人的位置的话，那别人自然会提醒我，然后我就尽量控制自己不紧张，安全的找到自己的那条线就可以了。
大家啊，就是不要跟我学跟车。我在跟车的不仅是前后会给自己留余量，而且左右也会。所以我觉得我这种对自己的这种信心和对打击团这种信心啊，在未来的比赛里面，我觉得应该会慢慢的重拾起来。但是现在还不行啊，现在还不行。你看啊，我这次镜头里面就没有一次摔车，毕竟咱们这个第一集团啊，它是一样拥挤，这个第一集团少说有几百个人，那我觉得这和我一直在保证自己的位置，一直在卡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是有关系的。而且这些前排的车手们啊，他们都知道自己挤到这个位置不容易，应该要认真对待，而且对待这个集团的安全的态度也会不一样。那自然的呢，就是卡在前排的位置呢，也就意味着更多的体力的消耗，所以在爬坡的时候，这个功率要顶住，不能往后掉，掉也不能掉太多。那在下坡的时候呢，也是要夹脚跟住的。但是呢，铁子们，你们可以注意啊，这个集团里面这些车友们，大家的手势、言语还有控车啊，就有没有幅度过大，或者说一些未知理由的操作啊，其实也会有，但是是极少数啊，以及大家在骑行的集团里骑行的时候，口头上面的一些警告，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那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是上海闪电在组织追兔子的工作，然后 Bros 就紧的吸在他后面。那我位置不好挤不进去，那就不如我夹脚跑上去吸上去了啊。这里其实很明显，这是 Bros 的单飞哥啊，他在控场。然后这边集团里就有人喊了：“黄广红在控场！”啊，前面跑了5个了，这你说的其他车队听了，但是还能受得了啊？所以这爬坡都在蒙顶啊，都开始追兔子了。然后有对讲机的队伍就对讲机告诉队友，有人跑了，赶紧给我追。那没有的呢，就是大声喊，你听，就找一下自己队里的副将啊，要带着集团去追。后面这是 Bros LHC 的苏俊。苏俊喊完啊，5个跑了5个，没有我们的人啊！你要全力进去带集团追，全力带5分钟。然后你看左边 LHC 就出了2名队员啊，就出去带速度了。然后集团的速度呢，就直接死了5架。上海闪电的几名外国友人啊，也是英文沟通。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就是这些车队在追兔子，直到兔子在一个集团被追回啊，然后集团就重回安稳了。那在几波拉扯之后又都老实了，被集团包上来之后啊，就是一阵又是非常快的速度，啊，遇到这些小短坡啊，我就往前进一进。高速的，在集团的速度非常快的情况下，老铁们你也能看到啊，就是我的处理方式一般也很差，就是很多时候也蹭不了风。但是你看马利尼老师、马老师，他就是在集团中间啊，被他的一些队友保护着，所以就一直在集团里，而且还是在比较靠前的位置。
你看这边又遇到车友，就是变道之前要回头确认，然后打手势。集团里偶遇到184号袁学洲，他在这场比赛一直表现得很积极啊，现在在集团里面休息。战局骤变的位置，这马上呢就是来到距离终点还有45公里的地方，也是3连坡要来的地方。这边一个短上坡，然后下坡，紧接着就是一个长上坡，这边咱们位置不好。距离前面太远了，然后还可以看到远远的，就是最前方在爬坡的地方，就是在拉扯，所以这边我就很想往前赶一赶，这不料呢就是很难受，就站起来摇车的时候啊，就发现自己右腿后方肌肉就要抽筋啊，这不得已啊，咱们就只能又坐回去，继续高功率的做法，就想着看能不能把这个抽筋的感觉再压回去。这真的有点生气啊！咱们这次又没带着芥末酱，咋整啊？这没辙了呀。然后这做彩的这个功率就远远的跟不上前面集团拉扯的节奏，这边就只能300多瓦。这300多瓦呢，这个位置就只会往后掉。这边就属于天然的筛选路段，前2个小时一直拥在一起的第一集团，咱马上就散掉了。然后呢就是下坡，这边也是想着尽量让抽筋的地方恢复一下，所以这边下坡也是没有使劲踩，也是往后掉了一些。
那距离集团最前方就更远。这个时候呢，其实最前面的拉扯是一直在继续的。而且经过这个隧道之后啊，又是非常缓慢的这种爬坡。然后你看旁边车友们这个肢体语言啊，其实也代表了我现在的状态，这个腿不敢发力啊。到这边你也可以看到了，就是我和第一集团的距离啊，这简直就像两个星系之间的距离，可望而不可及啊。这边集团其实就已经分化，然后后面又经过了几个小起伏，然后我所在这个集团就是第三集团就正式形成了。其实我这边基本上就已经确定了，就我们集团几乎不可能追得上前面第二集团。因为在第二集团的前面还有一个小集团，那个小集团是要追上马利尼以及 Bros 的一名车手的一个突围集团，他们在追他，所以被这个小集团吸引着，第二集团的速度是只会比我们快的。但是呢，铁子们别急啊，后面还有个但是，如果我们集团真的是想追上的话，那就只能齐心协力。你像现在这种一个一个跑，那是不可能追得上的。所以呢，就我在后面摸鱼了一会儿之后啊，就打算到集团的最前方，想组织一下追击，身后还有 Robo Racing 的 Vlad 啊，可以一起努力一下。但是呢，估计还是没有带动起来啊，你们速度又慢，所以就真的无了啊，真无了。
终于咱们这边有机会啊，和大家一起就欣赏周围的风景了。这边有美丽的星空隧道，这边大桥，还有大桥两边这种千岛湖的风景。这去年在这边是特别紧张的，这3公里前的这个大桥啊，这今年也是成了欣赏风景还有拍照的一个绝佳位置。甚至呢，就是过弯前啊，以及过弯后这边这个终点冲刺啊，大家也都是笑眯眯的啊，还有人开起了玩笑啊。这不过呢，最后还是象征性的摇了2下，安全过线。但是呢，这个赛后啊，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啊，也不是奇怪，是非常让我震惊的一点，就是关于马里尼马老师以及和其他大佬们的功率。作为冲刺手的马老师啊，在千岛湖勇夺第1名。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平均功率整场是226瓦 ，NP 是高达284瓦。最高功率是136瓦，然后我又看到了我的整场的数据，我的平均功率228瓦 ，NP 259瓦。我们再来看，这是好朋友啊，抛，他是上海闪电的一名副将，平路副将，他的平均功率是197瓦 ，NP 也是比较高，是251瓦。袁学周。它的平均功率228瓦 ，AMP 也是非常高，是251瓦。但是袁学周的体重是非常轻啊，估计只有60公斤不到。然后他在最后的成绩也是比较好，是在第1集团过线。然后是上海闪电的大佬张增毅，平均功率207瓦 ，AMP 257瓦。爬坡手于茂岩。平均功率195瓦 ，MP 229瓦。前10名的庞培林，平均功率185瓦 ，MP 243瓦，以及也是前10名的刘昊然，他是平均功率189瓦 ，MP 241瓦。奥丁的队员大佬202瓦 ，MP 257瓦。胡康恩爬坡手的AP 是281瓦 ，NP 266瓦。北洛师门是咱们熟悉的 Bros 的副将，平均功率196瓦 ，NP 245瓦。以及大师也是第1集团过线，平均功率185瓦 ，NP 235瓦。那从全部的功率可能看不出来什么，但是我又看了一下3连坡之前的大家功率对比，这是马老师的，在3连坡之前1分55秒，是平均功率只用了190瓦 ，NP 227瓦。以及这边是其他所有选手的前半段功率，这边咱们就不一一的去描述了，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而大家在看3连坡之后呢，咱们从结果来看，3连坡之后其实才是本场比赛集团分化以及突围集团形成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冠军马里尼马老师，他 AP 后面高达是296瓦 ，MP 344瓦，这相当于就是把前面2小时是完全由副将带领啊，是节省体力，后面1小时才是全力输出啊，意大利炮开炮的那一瞬间。所以啊，整场比赛结果啊，非常大的一部分是和你整场比赛的一个策略啊，以及啊这个体力分配是息息相关的啊。更重要的还是一些临场发挥以及整个比赛的经验。可以看到这些
大佬，马利尼马老师、庞飞林这些大佬，这些人成绩非常好，而且他们的整个功率分布啊都非常相似，都是在前面2小时是养精蓄锐的一个阶段，到后面3连坡之后，接近1个小时是全力输出爆发，跟住集团跟住拉扯啊。这边花絮啊，就是偶遇了马老师，比完赛再赶紧上去打个招呼啊，得让他知道咱们骆驼车手的厉害啊。马老师，我是你粉丝。怎么样？他怎么样？安全完赛。你呢？牛逼！A